这是一场极为诡异又让人无法理解的真实洞穴潜水事故。2名男子进入一个危险的洞穴潜水，但几个小时过去了，人始终没有出来。他们的同伴立刻报警求助。随后，搜救人员在一个名为深渊的通道旁发现了2人的尸体。警方提取了他们的潜水电脑数据，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因为综合现场情况和数据显示，2人的死亡好像不是意外，而是其中一人故意丢掉完好的潜水设备导致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美国鹰巢天坑事件之一。鹰巢天坑位于美国佛罗里达赫尔南多县的查萨霍维茨卡野生动物管理区内。从外表看，这个天坑很不起眼，很像是一个充满藻类的池塘，而事实上，在池塘下方隐藏着世界上最危险的洞穴之一，也就是鹰巢洞，里面灌满了地下水。鹰巢洞的横截面图很像是一个体型巨大的章鱼怪，洞穴最深处95米，长约1000米。因为左右两边连着地下河，所以这个洞穴又分上游和下游。这个洞穴被发现后，立刻就成了洞潜爱好者们的天堂。2016年10月15日中午，3名好友驱车来到这里，他们分别是克里斯·里特米尔、帕特里克·皮考克以及贾斯汀·布拉克利。前2个都是经验丰富的洞穴潜水员据说还是恋人关系。因为贾斯汀洞穴潜水经验偏少，所以这天他不进入洞穴深处，而是在上面做一些支援工作。克里斯2人之前已经多次进入过鹰巢洞所以对这里还是比较熟悉的。他们这次主要探索的区域在上游，路上依次会经过池塘、宴会厅、兰迪室、门卫厅，到尽头的圆顶室后，顺原路返回宴会厅，接着再去下游的洛克伍德隧道探索一番，最后返回水面。去时比较快，可回来时就需要减压了。至于什么是减压，为什么要减压，之前的视频我已经讲过很多次，这里就不再赘述了。3人在前一天已经来这里放好了减压气瓶和备用气瓶。减压点共有3处，第一个在水下6米放了3个气瓶，第二个在水下21米放4个气瓶，第3处在水下36米2个气瓶。因为返回水面时是从下游出来，所以3个减压点都在左侧。2人跟贾斯汀约定下午3点贾斯汀潜水到减压点与他们会合，主要是去协助2人减压。如果2人没有出现，那他就每半个小时下来查看一次。如果到6点半还没有出来那就是出事了。下午2点，克里斯与帕特里克跳入水中，他们很快就来到了被称为烟囱的一段狭窄通道，穿过这里也就正式进入了鹰巢洞。下方是一个宽广、寒冷而又漆黑的空间，又被称为宴会厅。它与上面的池塘组合起来很像是一个沙漏。宴会厅的正下方是一个沙石堆，石堆顶部有一个管理方设置的警示牌，右侧顶部写着为了防止你的死亡，不要再往前了，而底部写的是这个洞没有什么值得让你冒生命危险的东西，不要再往前了。2人虽然忽视了警示牌，但为了安全，其实他们还是做足了准备。除了详细的计划和提前布置减压瓶外，他们每人还带了2个侧装气瓶、1个备用气瓶、一套机器全封闭式循环呼吸器以及1个水下推进器。为了防止推进器故障，帕特里克身后又拖了1台作为备用。2人买的这些装备都是顶级的，比较昂贵的，可以说准备的已经非常充分。来到上游的门卫厅后，或许是觉得这边没有什么挑战性，2人突然决定直接掉头到洞穴的下游看看。回到宴会厅后，他们也没有进洛克伍德隧道，而是游向了一个名为深渊的狭窄通道，目的地应该是下游尽头的梦幻屋。一转眼，时间来到了下午3点，他们的同伴贾斯汀按约定时间来到减压点，可2人并未出现。因为潜水时晚点出来很常见，他们的计划中也考虑了这点，所以贾斯汀并不担心。之后他每隔半个小时就下去查看一次，可马上都要6点了，2人还是没有上来。贾斯汀就给他们的朋友约翰打电话询问，约翰知道后明白情况不对，他赶快召集了一批潜水员向鹰巢天坑赶去。贾斯汀报警后，警方联系的救援队也开始往这边赶。约翰等人率先赶到，他们在晚上11点潜入洞内搜寻，区域为洞穴的上游，这也是2人原计划的潜水路线，结果自然是一无所获。之后他们又进入下游的洛克伍德隧道寻找，但还是没有找到。15号凌晨3点半，约翰等人浮出水面休息，而警方组织的救援队开始接力进入下游寻找。仅仅10多分钟后，他们就找到了2人的尸体，位置距离深渊通道的入口不远。2具尸体都在通道顶部飘着。帕特里克身上的装备基本完好，但他的水下推进器被手动关闭并放在了一边。他气瓶内的纯氧还有很多，但吸湿剂气瓶却是空的。吸湿气体是用来混合纯氧以供潜水员呼吸用的气体，没有它直接吸入纯氧会非常危险。而克里斯的情况比较怪异，他的循环呼吸器、水下推进器、主头灯、气瓶全都是完好的，甚至气瓶内的气体还有很多，但不知为何这些全被他卸下来扔到了一边。在之后的2天里，搜救人员陆续把尸体和装备打捞上来，
针对两人的死亡过程，警方根据尸检情况、装备情况、装备分布以及潜水电脑数据给出了一个推测：两人从上游出来后，应该是临时起意，想到下游的梦幻屋探索一番。这条路线两人之前就游过，按说问题不大。潜水电脑数据显示，在潜水43分钟时，两人到达深渊入口之后，他们开始尝试挤过这个狭窄通道。克里斯在前，帕特里克在后。可3分钟后，两人又转身返回。专家推测，可能是当时隧道底部的淤泥太多，推进器的螺旋桨把这些泥土搅起，使得周围的能见度很差，再加上底部的转弯角度太大不好过，所以两人才决定先退回去。在潜水的第58分钟，他们开始了第2次尝试。这次克里斯挤了过去，但帕特里克却没有下来，可能是他被卡住了，也可能是前面的克里斯搅动的泥土导致能见度太差，他不敢下去。当克里斯发现后，只得再次返回查看他的情况。但就在他回到入口时，变故出现了。在潜水开始的第61分钟，不知为何，克里斯突然卸下了自己的封闭式循环呼吸器，之后又相继扔掉了推进器、主头灯和侧边气瓶。他只穿着干式潜水服在水中游动。帕特里克看到后，立刻分了一个调节器给他。之后，两人开始共用气瓶呼吸。从设备散落的情况来看，两人应该尝试过往出口游动，但是他们只行进了几米就死在了那里。或许是克里斯的干式潜水服浮力太大，导致他浮在通道顶部很难移动，又或许是有其中一人不愿出去。关于克里斯突然卸装备的举动有很多猜测我们这里假设是他自己卸的。官方推测他应该是被卡住了，不得不卸掉，但是脱身后为何没有把 CCR 捡回来却是个谜。可能他以为呼吸器坏了，可能他因为恐慌不敢去捡，也可能是他当时意识混乱，失去了判断力，不知道去捡，又或者是不愿去捡。警方以及美国国家洞穴潜水协会的专家们谁都想不通为什么，所以有些媒体就开始推测，两人很可能是想故意死在里面，因为有人声称这两个人是情侣关系，而警方并未给出过回应。但是自杀一说好像又不太合理，因为两人往洞口移动了一段距离，这个说明至少有其中一人是想要出去的。总之，这场事故存在太多让人无法理解的地方，所以这场事故的原因最后被警方定为未知。真正的原因可能永远都无法知晓了。好了，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